如果今天你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儿子的声音说，在外面出了点事情，现在很着急，让你先转点钱给他，声音一模一样，语气一模一样，甚至连哭声听起来都像是真的。如果是你，你会相信吗？很多人可能会，因为过去几十年，我们一直相信两件事情，亲耳听到的是真的，亲眼看到的也是真的。但 AI 正在改变这件事情，未来几年，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判断真假，因为 AI 最危险的用途，也许不是抢走我们的工作，而是开始骗人了。为什么 AI 会让骗子变得更可怕？过去，一个骗子如果冒充你的孩子，需要知道你的家庭情况、孩子的名字，最好还能模仿孩子的声音。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困难，所以以前很多骗子只能群发短信，碰运气，看谁会上当。但是 AI 出现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AI 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？不是它会思考，而是它会模仿。它可以模仿声音、长相、写作风格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现在一个骗子可能只需要你在微信上的一段语音，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，或者几张照片， AI 就能学习你的声音、说话习惯和表情动作，甚至生成一个看起来非常真实的你。过去我们判断真假主要依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，但是 AI 出现以后，这两个工具可能已经不够用了。第一种，冒充家人、银行、政府或者老板，这是我个人最担心的一种骗局，因为它利用的是我们的恐惧和关心。你可能会接到电话，妈，我出事了，您的银行卡涉嫌异常活动，我是警察，请配合调查。我是老板，现在立刻帮公司转账。这些骗局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了，但在过去，骗子往往有一个很大的难题，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变成你的孩子、你的老板或者你的家人。AI 出现以后，这个难题正在被解决。只要拿到一段语音或者几张照片，骗子就可能生成一个非常逼真的身影，甚至生成一个看起来像真人的视频。当一个母亲突然听到孩子哭着求救的时候，很难有人还能保持完全冷静。在过去，我们听到亲人的声音就会相信那是他本人，但是 AI 出现以后，这件事情可能也需要验证了。第二种是 AI 投资骗局，这是目前全世界损失最大的诈骗类型之一，因为骗子知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，也希望能够赚到更多的钱。你可能会看到某位投资大师推荐股票，甚至看到一些知名投资人或者财经主播的视频，但很多视频可能根本不是他们本人，而是 AI 生成的。未来你会越来越难分辨真假，视频看起来非常真实，声音也非常真实，但那个人其实可能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些话，因为 AI 已经可以让一个人说出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话，也可以让一个人出现在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？很多骗局刚开始甚至会让你赚一点钱，因为骗子希望和你建立信任，然后投入更多的钱。等到你把大部分积蓄都投进去的时候，钱可能就再也拿不回来了。所以只要看到高收益、低风险、稳赚不赔，或者涉及金钱和重要决定的内容时，请自动提高警惕，因为真正的投资从来不是那么容易。过去我们总说眼见为实，但在 AI 时代，这句话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了，最好先停下来，多核实一次。第三种 AI 恋爱骗局，很多人会想，我怎么可能被爱情诈骗？但现实是，很多受害者其实非常优秀，有医生，有律师，也有企业高管。他们被骗并不是因为不聪明，而是因为骗子的伪装越来越逼真，让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相信的可能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身份。现在骗子甚至不一定需要真人出镜，他们可能利用 AI 生成照片、视频和聊天内容，甚至模拟出一个看起来体贴、温柔、懂你的人，让你觉得自己真的遇到了一个特别理解你的人。等到关系建立起来以后，对方可能会说自己遇到了困难，需要借钱，
也可能会告诉你他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，希望带你一起赚钱。所以如果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开始频繁和你谈钱、谈投资，或者不断找各种理由向你借钱，无论对方看起来多么体贴、多么理解你，都一定要提高警惕。第4种 AI 假招聘和副业骗局。这个骗局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特别容易中招，因为现在找工作并不容易，而远程工作又越来越流行。骗子会发布一份看起来非常完美的工作，比如说可以在家办公，时间也很自由，收入很高，而且几乎没什么门槛，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诱人？但很多时候这种工作根本是不存在的。在过去，骗子需要花费大量时间，但是在 AI 出现以后啊，这件事情变得就容易多了。他们可以快速生成招聘信息，伪造公司网站，编写专业邮件，让整个招聘流程看起来非常真实。最后对方可能会让你交培训费啊，购买设备，提供银行卡信息，或者说下载某个软件。等你把钱转过去，或者把个人信息交出去以后啊，对方可能就彻底消失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有一份工作看起来好的不大真实，工资很高，要求却很低，整个流程又简单的出奇，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多核实几次，千万不要急着做决定。那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我觉得有6件事情特别重要。第一件事，不要在情绪最强烈的时候做决定。几乎所有的诈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让你着急。骗子总喜欢说马上转钱，只有10分钟，不要告诉别人，现在就处理，否则后果很严重等类似的话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当一个人感到害怕、紧张或者兴奋的时候，判断力往往会下降，就很容易做出平时不会做的一些决定。所以以后啊，如果有人催你转钱啊，提供密码、验证码或者个人信息，请先让自己停下来几分钟，给家人打一个电话，或者重新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很多骗局并不是因为骗子有多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不给你思考的时间。但其实很多时候，只要冷静几分钟，骗局就会开始露出破绽。第二，任何涉及钱的事情一定要2次确认。以后你听到的声音不一定是真的，你看到的视频也不一定是真的。所以当有人自称是你的孩子、银行工作人员、警察或者老板，并且开始提到转钱、密码或者紧急情况的时候，不要急着相信，先挂断电话，然后用自己保存的电话号码重新联系对方，而不是按照对方提供的号码回拨。因为骗子可以伪造来电号码，也可以利用 AI 模仿声音，但他们很难控制你主动联系的那个人。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，却有可能帮你避免一场巨大的损失。所以在 AI 时代，多确认一次，有时候比任何防骗技巧都更重要。第三，和家人约定一个只有你们知道的暗号，比如一句只有家里人才知道的话，或者一个只有家里人才知道的问题。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接到电话，对方哭着说自己出事了，需要马上转钱，这时候不要急着行动，你可以先问一句，我们的暗号是什么？或者上次全家一起出去玩是在哪里？如果对方答不上来，或者开始转移话题，就一定要提高警惕。因为 AI 可以复制声音，可以模仿语气，但它不知道只有你们家人才知道的事情。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关键时刻可能真的能够帮助一个家庭避免巨大的损失。第四个是不要公开太多个人信息。现在很多人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很多的个人信息，其实这些非常的危险，比如你的声音、生日、孩子的名字、家庭关系，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信息，在骗子眼里都可能成为实施诈骗的线索和素材。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习惯，分享生活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千万不要过度暴露自己的隐私，尤其是涉及家庭成员、联系方式和个人身份的一些信息。因为你公开的信息越多，骗子就越容易了解你、模仿你，甚至冒充你。在 AI 时代，很多看似不起眼的信息拼在一起，可能就足以让骗子编造出一个非常逼真的假身份。第五，
不要随便点击链接，扫描二维码或者下载附件。很多骗局真正偷走你钱的那一步，并不是在电话里，而是在你点开那个链接以后。未来骗子利用 AI 写出来的邮件、短信和网站会越来越逼真，很多时候甚至很难一眼看出真假。你可能会收到一封看起来完全像银行发来的邮件，页面设计、用词甚至 logo 都和真的几乎一模一样，唯一的问题可能只是那个链接有问题。所以以后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，不要通过短信和邮件里的链接登录账户。如果银行联系你，就自己打开银行 APP， 如果快递公司发来通知，就自己进入官方网站，如果公司要求修改密码，就自己输入网址进入系统。因为骗子可以伪造链接、伪造网页，甚至伪造发件人，但他们很难控制你主动打开的官方渠道，多花几十秒核实一次，有时候就能避免一场巨大的损失。第六，把验证变成一种习惯。过去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相信别人，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、听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。但是在 AI 时代，我们就可能需要再增加一个新的习惯了。重要的事情不要急着去相信，而是先去确认。很多以前很难伪造的东西，现在都可以被复制、被生成，甚至被重新创造出来。所以无论是一段视频、一通电话，还是一条假消息，当它涉及金钱、身份或者重要决定的时候，不妨多问自己一句：这是真的吗？我有没有通过其他方式确认过？在 AI 时代，多验证一次，有时候就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法。因为未来最稀缺的能力，也许不是知道更多信息，而是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真假的能力。AI 会越来越聪明，但愿我们都能保持清醒。针对这个话题，你有什么观点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吗？评论区一起聊聊。我是露西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